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进入了循环赛的最后一轮，决定着8强的席位。史莱克战队和唐门战队都已确定出现，但他们的最后一场比赛仍然吸引了众多目光。特别是当王多儿和王秋儿2位角色美女同时出现在比赛台上时，场面变得更加紧张。霍宇浩原本打算放弃比赛，但王多儿坚持上场。王多儿和王秋儿2位角色美女在比赛台上对峙，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锐利的斗志。霍宇浩面对心爱的女人和内心觉得亏欠的王秋儿，感到无奈和紧张。他无法介入比赛，因为一旦开始，只有台上的选手才能代表战队。观众们对这场比赛并无特别的胜负心，他们只是纯粹欣赏这场力量与美的较量。而在主席台上，日月帝国摄政王徐天然虽然面露惊讶，但内心却充满了怨毒。他对这2位美女的无法占有感到痛苦。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王冬儿召唤出他的第2武魂昊天锤，而王秋儿则紧握黄金龙枪，2人同时向对方发起了冲锋。王冬儿的昊天锤在他的魂环光芒中迅速变大，变成了一柄长柄战锤。他以一种强悍的战斗姿态将战锤甩向王秋儿，王秋儿则用黄金龙枪迎击，两者的力量碰撞，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在接下来的交锋中，王冬儿以一种几乎舞蹈般的动作在空中旋转，使得昊天锤再次以更强的气势砸下。王秋儿则以黄金龙枪的枪尖迎击，但王冬儿的第3锤恰到好处地落在了枪尖上，占据了上风。尽管王秋儿的力量强大，但在这种对决中，王冬儿借助昊天锤的力量和战斗技巧，将力量发挥到了极致。王秋儿利用黄金龙枪的压迫力弹起身体，巧妙地向王冬儿发起攻击。王冬儿则展现出了一种特殊的战绩，他的步伐旋转，身体灵巧后退，同时昊天锤带着强大的力量第4次轰击下来。这种战绩是根据自身武魂特点研究出来的战斗方式，能够将武魂的威力发挥到极致。贝贝坐在霍宇浩身边，认出这是昊天宗的乱披风锤法，对王冬儿展现出的力量感到震惊。王冬儿能够在与拥有极致力量的王秋儿硬拼中不落下风，足以证明乱披风锤法的强悍。王秋儿没有闪避，而是用黄金龙枪挡住了王冬儿的攻击。在接下来的交锋中，王秋儿的黄金龙枪捕捉到了王冬儿旋转的破绽，但王冬儿凭借唐门绝学鬼影迷踪步巧妙地避开了攻击。2人的昊天锤与黄金龙枪不断碰撞，每一次碰撞都比上一次更加响亮，他们仅凭战斗技巧和力量在硬拼。观众们对这种纯爷们的战斗方式出现在2名角色少女身上感到震撼。尽管王冬儿在力量上明显处于下风，但他的乱披风锤法丝毫不乱，借助鬼影迷踪步不给王秋儿任何机会。随着碰撞的持续，王冬儿被逼迫到了比赛台边缘，形势对他极为不利。王秋儿放弃了寻找破绽，选择硬挡王冬儿的攻击。2位角色美女眼中都充满了熊熊战意，谁也不肯退让。当第20次碰撞到来时，王冬儿已经被逼迫到了比赛台边缘，形势岌岌可危。然而，就在黄金龙枪第24次磕开昊天锤的时候，王冬儿已经退无可退。这时，他的双眸突然亮了起来，强烈的金光从体内迸发而出，第25锤悍然而出。这一次，王冬儿没有再后退，反而是王秋儿略微后退了半步。王冬儿向前跨出一步，第26锤挥出，再次迫使王秋儿后退半步。怎么回事？台下，霍宇浩看到这里也是一脸的震惊之色，眼神中充满了不敢置信之色。贝贝对王冬儿的表现感到兴奋，昊天宗的乱披风锤法，这种战绩以借力打力著称，每一锤都比前一锤更强。霍宇浩却无法感到兴奋，他担心2位女性受伤，因为这种硬碰硬的战斗方式极其危险。随着战斗的持续，王秋儿开始缓缓后退，他对王冬儿的实力也感到惊讶。王冬儿的力道越来越强，王秋儿则想看看王冬儿能坚持到什么程度。当王冬儿挥出第48锤时，王秋儿已经被逼退到比赛台中央。第49锤落下时，整个比赛台都似乎被砸向地面，王秋儿的双脚下陷，比赛台出现裂缝，周围腾起烟雾。到了第50锤，王冬儿身上的金光刺目，昊天锤上的黑色如同乌云压顶。王秋儿终于发出龙吟，金色鳞片覆盖身体，黄金龙枪与第50锤碰撞，双方都被迫后退。王冬儿的第51锤无法接近王秋儿，他将巨锤砸向地面，造成恐怖的塌陷，自己则借助反作用力冲入空中。第52锤从天而降，王秋儿则迎着攻击冲起，黄金龙枪化为金色巨龙，两者的碰撞导致天地色变，王冬儿被弹入高空，王秋儿则坠落地面。王秋儿虽然灰头土脸，但眼中依然明亮，而王冬儿嘴角却已渗出血丝。在待战区中，霍宇浩焦急地注视着比赛台上的激烈对决。当王秋儿处于危险之中时，他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利用比赛台护罩上制造出涟漪，将一道金色光芒送入比赛台，及时抱住了王冬儿，阻止了他的第53锤。不仅破坏了王冬儿的攻击节奏，也使他的昊天锤脱手飞出，造成了比赛台的进一步破坏。王冬儿在空中稳定身形后，虽然不满，但也意识到霍宇浩的严肃态度，知道他是真的生气了。地面上的王秋儿对霍宇浩的干涉感到惊讶，
同时也对比赛的结果感到不满，因为他的胜利并不完全是自己的功劳。王冬儿在空中宣布认输，缓缓降落到已经破败的比赛台上。裁判不破斗罗正战对刚才的惊险一幕感到脸色难看，王冬儿的最后一锤差点落在他身上。王冬儿和王谦的目光交汇，但王冬儿没有再说话，转身离开了比赛台。王谦意识到，尽管他在力量上占据优势，但如果王冬儿继续攻击，他也可能受伤。随着王冬儿的离开，观众开始鼓掌，对这场纯粹的力量对决感到目眩神迷。尽管双方曾是日月帝国的对手，但观众仍然为这场精彩的战斗鼓掌。王冬儿走下比赛台，对霍宇浩嘟囔着自己并没有输，但霍宇浩没有说话，而是转向贝贝。贝贝站起来宣布唐门全队认输，这一决定让全场震惊。裁判正战一开始愣住了，但很快意识到唐门的决定使得追究霍宇浩干涉比赛的行为失去了意义。贝贝解释说，唐门没有替补队员，大家都需要休息，既然已经出现，就没有必要与史莱克战队硬拼。正战宣布唐门认输，史莱克战队获胜。这场比赛的结束也标志着第一小组的最后碰撞结束，史莱克学院以全胜的成绩进入8强，唐门紧随其后。王圈并没有因为对手的认输而感到兴奋，反而走向唐门待战区，直面霍宇浩。为什么？王圈沉声问道。霍宇浩平静地看着他，什么为什么？王圈道，为什么不敢与我一战？难道你还没有冬儿有勇气吗？你的极致之兵呢？你那强大的精神力呢？为什么不敢在比赛台上和我决一胜负？霍宇浩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欺负一个残疾人有意思吗？你认为我现在这样的状态能打得赢你吗？王圈看着霍宇浩坐在轮椅上的样子，刻薄的话终究还是说不出口，扭头看向王墩儿，这一次我们胜负未分，如果我们能够在决赛相见，他不能打，我和你再决一胜负。王墩儿毫不示弱地说道，一言为定。随着王圈带领史莱克战队离开比赛场地，霍宇浩松了一口气，请求季绝尘送他回酒店。季绝尘一时愣住，因为通常都是王冬儿推轮椅。王墩儿的态度立刻软化，向霍宇浩道歉，希望他不要生气。霍宇浩压抑着愤怒，表示回去再谈，他在外面总是给王墩儿留面子。回到酒店后，王墩儿乖巧地推霍宇浩回房间，关上门，王墩儿就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低头站着，双手矫结。他轻声请求抱霍宇浩上床休息，但霍宇浩觉得他是否还有力气，因为注意到王墩儿的双臂仍在颤抖。王冬儿解释说，他只是想证明自己的实力不比王秋儿弱，但霍宇浩的怒火终于爆发，他斥责王冬儿不听安排，擅自行动，让他以后如何要求别人。他更关心的是王冬儿的安全，担心王秋儿的黄金龙枪可能给他带来的伤害。如果王冬儿受伤，那么他将是多么担忧和痛苦的。王冬儿低头听着霍宇浩的训斥，没有反驳，只是表现出一副可怜的样子。霍宇浩训斥了几句后，怒气渐渐消散，他握住王冬儿的手臂，用玄天功魂力为他梳理经脉。王冬儿感受到他的关怀，依偎在他怀中。霍宇浩的怒气被他的温柔所融化，而外面队友在偷听着。霍宇浩朝着门的方向喊道，各位师兄师姐都别听了，回去洗洗睡吧。门外传来一阵尴尬的干咳声，很快就安静了下来。王冬儿俏脸羞红的低声道，这些坏家伙。循环赛最后一轮结束后，8强产生，意味着比赛进入最后阶段。小组第一的4支队伍是史莱克战队、血魔宗、圣灵宗和傲剑宗。8强中排名小组第2的4支队伍包括唐门、星罗国家学院、明都魂导师学院和天龙门。8强出炉后，比赛休息2天，然后进行8强赛。1天后，8进4的比赛将结束，在休息2天后进行半决赛，半决赛后再休息2天就是决赛。在8强赛开始前休息的第1天，所有8强队伍早早起来参加抽签仪式，这对每支队伍来说都极为重要。唐门虽然是小组第2名，但实力不容小觑。天龙门战队的实力一直是个谜，他们有几名主力队员尚未出场比赛。星罗国家学院代表队和明都魂导师战队能够进入8强，实力自然不弱。抽签仪式在明月酒店大宴会厅进行，8支队伍站成8排，唐门这边由霍宇浩领头。主席台上坐着曾多次为唐门执法的裁判正战和几位日月帝国专门派来组织比赛的官员。随着官员的宣布，8强赛的抽签仪式正式开始。这不仅决定了各队接下来将面对的对手，也影响了他们后续可能遭遇的对手。首先，4支小组第1的队伍上台抽签，分为上下2个半区。接着，每个小组第1的队伍将抽取1支小组第2的队伍作为8强战的对手，规则是不得抽取曾在循环赛同组的队伍。霍宇浩担心唐门可能会在半决赛中遇到史莱克战队，这显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4支小组第1的队伍派出代表上台抽签，王圈代表史莱克战队，唐雅代表圣灵宗，暮雪代表血魔宗，而傲剑宗则派出了1名青年代表。抽签开始，史莱克学院作为上一届冠军，首先抽签，王圈抽中上半区，圣灵宗随后抽签，唐雅抽中下半区，这让史莱克战队的成员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只有在决赛中才有可能遇到圣灵宗。血魔宗的暮雪抽签后，
脸色变得难看，因为他抽中了下半区，这意味着他们将与圣灵宗在同一半区。奥剑宗的代表轻松地抽中了上半区。接下来是8强赛的抽签，史莱克学院首先抽签，王秋儿抽中了唐门，但由于史莱克战队与唐门战队在循环赛中同组，此次抽签无效，需要重新抽取。王秋儿最终抽中了名都魂导师学院战队，这让唐门的成员们感到好笑，因为史莱克战队似乎总是与日月帝国的队伍抽在一起。奥剑宗随后抽签，霍雨浩紧张地等待着结果，因为他们不希望在决赛前与史莱克学院相遇。奥剑宗抽中了天龙门战队，这让唐门的成员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更愿意面对实力较强的对手。最后，圣灵宗抽签抽中了星罗国家学院战队，这让星罗国家学院的领队99公主感到颓然，因为他们面对圣灵宗几乎没有胜算。唐门自然成为了血魔宗的对手，这对唐门来说是一个不错的签位，因为血魔宗的实力显然不如圣灵宗。抽签结束后，官员们离去，8支队伍也离开了宴会厅。暮雪和维娜走向霍雨浩，维娜表示对抽签结果感到遗憾，而暮雪则警告霍雨浩，他们不会轻易认输，比赛场上见分晓。